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估计李沁都没想到，出道多年始终不温不火，如今却因一档综艺走红。李沁这人，说实话，长得不差，演戏也还行，可就是不知道为啥一直火不起来。他演过《庆余年》，那剧多少人追着看啊，但他自己呢，好像就卡在那儿了，上不去。有人说是因为大家对他有意见。早些年他学昆曲的，据说还是重点培养的苗子，后来突然跑去拍戏了，很多人就觉得这不挺可惜的吗？好好的传统文化传人，跑去当明星了。有人甚至说他这是浪费国家资源，没良心。这话听着是有点重了，但这么多年下来，他确实没爆。戏一部接一部的拍，观众记住角色，记不住他名字。结果前阵子上了个综艺《花少那个》，他当导游，事儿办得让人心里舒服。他知道大家累，就没排一堆景点赶场子，休息时间留得足足的。有人不想去吃饭，他二话不说就取消定位，电话打起来飞快，生怕大家憋着不敢说。就这么几件事，看着小，其实特别戳人。你水旅游没碰上过那种死板导游，非得按表走，累得要命。他导好，把人当人看。节目一播，谭木全在夸他，说他懂事，会来事，不端着。以前那些什么辜负栽培的话也没人提了，现在网上说起李沁，语气都不一样了，不是恶他啊，而是李沁真的可以。我觉得吧，一个人能不能被喜欢，真不光看演技，有时候就是一件小事，让你觉得这人靠谱。李沁这一回算是熬出头了，不是靠哭穷卖惨，也不是炒话题，就是踏踏实实做了件该做的事，结果大家眼睛是亮的，心里也有数，这就够了。李沁以作品为根基，用角色说话，低调专注演艺之路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有人靠热搜维持热度，有人用作品站稳脚跟。李沁显然属于后者，当同行们绞尽脑汁抢占热搜榜时，他正默默在剧组打磨每一个角色。这份专注与坚持源于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，父母都是教师，常对他说脑子空了，人就废了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他心里，让他始终清醒地知道，演员最终要靠作品说话。于是，当其他人在热搜里争夺位置时，他在片场精心打磨每一个镜头；当别人计算绯闻能带来多少热度时，他在思考角色还有多少深度可以挖掘。正是这份对专业的执着，让他赢得了业界的认可。卡地亚、华为、雅诗兰黛等高端品牌的代言，不是靠颜值争取，而是凭借扎实的作品积累。品牌选择他，看重的正是他身上那种沉稳专业的特质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参与影视公司投资，这不是玩票性质，而是真正懂行的表现。他投资的剧作获得成功，收益到账后，他依然保持着早起练功，晚上对词的习惯。在李沁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成功可能，不靠绯闻炒作，不靠人设营销，只用专业实力说话。他不曾高喊女性独立，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：经济独立、思想独立、专业独立。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，他选择了一条更踏实、更长远的路。或许这正是他能持续获得观众认可的根本原因。从苦情戏女主到立体女将军，李沁如何逆袭成实力派演员标签？现在提到李沁，很多人脑海中都会不自觉浮现出《一笑随歌》里那个红衣飘飘的女将军傅一笑，她站在悬崖边，眼里满是惊惶、痛心以及各种复杂情绪，最终决然坠落的那一幕，美得让人窒息。然而
要是把时间倒回10年前，李沁被贴上的标签可能是苦情戏专业户，甚至还有点苦瓜脸的嫌疑。显然，他的事业是一场打破偏见与标签、持续发力的漫长战斗。刚入行时，李沁就撞上了一个大难题，出演翻拍经典《红楼梦》，饰演薛宝钗。众所周知，这种剧的观众不只带着挑剔，还容易形成比较党，要是稍微表演的差了点，免不了被各种批评。结果不出所料，这部剧没有超越原版，也没能让她一炮而红。在那之后，李沁独挑大梁做女主，却总是跟苦情二字脱不开关系。守望的天空中，她的角色葡萄苦得让人胃疼。如果我爱你又是亲情与爱情间的无奈挣扎，周而复始地重复这些角色，说实话让观众实在提不起精神。别说角色千篇一律，就连对她的个人感官也变得很疲惫。真正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的是一次喜剧大爆发，那就是《极品新娘》。这个剧里，李沁演了个活泼搞怪的角色，和金世佳的互动满满都是乐子。观众突然发现，这个总拿愁容满面套餐的李沁，居然还能这么鬼马精灵。这一点觉醒对她的职业生涯是决定性的。从那时起，她开始尝试不同风格，主动拥抱角色上的变化。《庆余年》带来了她演技上的拐点，那一口鸡腿简直掀起全民刷屏的热潮。林婉儿在她的演绎下轻松自然，有些带着点傻气的俏皮，更是直接和她过去那些凄风苦雨的角色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。《锦绣南歌》里，她化身英气十足的女侠，红衣家身有一种不容侵犯的底气，连武打戏都透出一股果断利落。最令人动容的是她在《白鹿原》中的田小娥，小角色却被她赋予了惊人的张力。一抬头，一挑眉，她就能把人物的挣扎和悲怆都传递出来，那份细腻，并不是谁都能模仿。如今一笑随歌更是她厚积薄发的集中体现。为了演好这位骑马射箭样样拔尖的女将军傅一笑，她提前进组学习，即便是打戏也亲力亲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角色没有成为套路化的玛丽苏悲剧主角。傅一笑失忆后，仍保持独立和强者姿态。对白月光的背叛，她干脆利落地切断关系，不拖泥带水。这种不委屈自己的设定，反倒让角色格外讨喜。而作品成功的背后，李沁和剧组都付出了不小的努力。例如那场她射箭射杀陈哲远的戏，剧组为了拍清楚箭雨入胸的细节，甚至直接把摄影师绑上威亚，让摄影镜头跟着箭飞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才是好剧该有的诚意。当然，男主陈哲远也功不可没，王爷的霸气与智谋都演绎得恰到好处。两人的对手戏火花四溅，观众既津津有味又大呼过瘾。再加上整个剧的颜值在线，从角色演技到剧情节奏，口碑自然水到渠成。回顾李沁的这些角色，不难发现，她走的是一条靠作品说话的路，并没有靠流量和热搜刷脸来博取关注。从苦情专业户到能搞笑、能飒爽的多面演员，她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告诉观众，真正优秀的演员凭的不是营销，而是脚踏实地的演技。演员最难的是破除固有印象，为事业开辟新天地，这一点李沁做到了。而一笑随歌的成功，不过是她这个持久战中的一个阶段性胜利。未来，她能演出的角色还有多少可能？答案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有趣。遗憾的是，像她这样低调沉下心做事的演员，在娱乐圈还有多少呢？